小月，阿姨，楼下宾客都……不凡，你怎么忽然上来了呀？啊，那个，我跟方姨刚才有点不舒服，我给方姨按了个摩，什么都没干啊，什么都没干。你怎么当我傻呀？什么不许脱裤子？你俩还要不要脸？居然在房间里鬼混！你们对得起顾叔吗？哦，方姨，方姨，你没事吧？你看吧，我就说了，方姨不舒服，我在给她按摩。都在房间里干什么呢？不许要出去招呼客人啊！顾叔叔，老公，我今天头有点疼，我就在床上休息了一会儿，岳东就过来给我按了一下，没什么事儿的。他俩在房间里偷情。你血口喷人！我知道你嫉妒岳东跟我女儿的关系好，那你也不能编造这样的谎言来污蔑我们两个呀，简直是不可理喻。女儿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他就是一个搞直播的小网红，根本上不了台面的，每天像个乞丐一样，靠粉丝礼点打赏钱生活，赚点钱都不够买个包了呢。到现在了还在这胡说八道，赶紧把他给我甩了！林不凡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今天是我们的订婚宴，你非要在这个时候闹得大家都不开心是吧？我知道你一直都讨厌岳东，是他的错。但如果我不喜欢你的话，我会跟你订婚吗？你以往诬陷岳东也就算了，你今天还把我妈牵扯进去，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。混账东西，还不赶紧给你阿姨和岳东道歉！我真的看到了，他俩鬼混，岳东连裤子都……女儿，你现在立刻马上跟他分手，把婚约取消。林不凡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如果你还想这个婚约继续的话，你现在立刻给岳东和我妈道歉。好，你不信我，我走。希望你们不要后悔今天的决定。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你坏了我跟方姨的好事。我岳家马上就要破产了，我自然得给自己找条出路。既然顾燕不选择我，那我就当她继父好了。现在方姨怀了我的孩子，顾家的一切都是我的。你就是个小丑，岳东，你的好死啊！我没死，我只是重生到了早上订婚礼录制场景的时候。这一次，我要让所有人撞破你们的奸情。家人们，早上好！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。我的订婚礼，接下来我会为大家全程直播，分享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早起的福利，不凡哥哥今天订婚好帅啊！太幸福了，我居然看到我男神直播订婚，新婚快乐呀，不凡哥哥！谢谢你们的祝福，希望这份惊喜大家能喜欢。我先去准备了。岳东，我会让你跟王翠芳的奸情
公之于众。小月，你什么时候来陪我呀？我跟孩子都想你了。跟方毅想我，还是孩子想的。讨厌，赶快过来。阿姨，这是您的早餐。美容养颜的，不是喜欢偷情吗？那就让你们尝尝欲罢不能的滋味。这粥里有母猪催情粉。你不是没什么事儿了吗？没事了你就出去，一会儿宾客来了你再叫我。好的，阿姨。证据总要留足，每一个角度都不能错过。岳东，这辈子我要你不得好死！走，恭喜啊，不凡，终于跟燕燕修成正果了。要不要我帮你一起布置一下？可以啊，正好2楼还没布置呢。2楼。好，我去布置2楼。岳东，好好享受我为你精心准备的一切。彩电啊，我月，你是有大日子没来我这儿啊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阿姨在房间休息，燕燕在做造型，岳东上2楼帮忙布置去了。今天是你订婚呢，还是岳东订婚？你在这里一动不动，竟然让岳东上2楼布置，上不了台面的东西。姑叔教训的是，老顾，这就是你家的种女婿，哪家的公司啊？他呀，他叫林不凡，是叶叶大学时候的同学，搞什么网络直播的，不务正业。看这样子就要成为你们顾家的赘婿了。订婚礼都没有钱在外面摆酒，还要借我你们顾家的别墅。哎呦，你说这女儿喜欢，咱们做父母的总不能棒打鸳鸯吧？老岳啊，你儿子可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不仅品行端正，我一直想让他当我女婿的。可你说这也偏偏喜欢他，你说这顾叔，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以后一定改。再怎么改也比不过岳东啊！好了，上去把他们喊下来吧。岳东的品相，很快你们就会亲眼见证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怎么这么激动？就是想你了。小月，你摸摸你的心跳慌不慌？方言，你也真美。方言，小谢肚子里的孩子。没事，3个月了，你太稳了。爷爷，你终于露面了，快来见见你各位叔伯。岳叔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叶叶今天是真漂亮，这一眨眼都长这么大了。你跟我们家岳东从小一起长大，我还以为你能当我的儿媳妇呢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。你说说，你怎么非要跟他在一起嘛？我脾气不好，不凡能包容我，不像岳东总是跟我拌嘴。你可没少给我说过，他可不如岳东啊。哎呀，爸，今天是我跟不凡订婚的日子，你再这么说，我生气了。哎呀，好，不说了啊。首先呢，欢迎各位前来参加我女儿的订婚宴。其次呢，正式的给各位介绍一下我的准女婿。那么爷，要是一会儿有人来了，他怎么办呀？不会的，今天人多，他们不会注意到我们。好，我的这位准女婿呢，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男人，不仅是海外归来的高材生，自己还做出了一番事业。方爷，你这次有点猛，我有点遭不住了。你这心情怎么就遭不住了？快一点，我还没到呢。用力！看吧，我爸还是很认可你。我的这位准女婿呢，跟我们顾家是世交，跟我女儿更是青梅竹马的
岳东。岳东。哎，老顾，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？今天可是燕燕和不凡的订婚宴，你话这说的，以后他们还怎么相处啊？上辈子也来了这么一出，只不过在我低三下四的道歉后，顾建中勉为其难的松了口。之后我无意抓进了岳东跟王翠芳。这次我绝不会道歉，我会让你们看清所有真相。你是不是惹我爸生气了？这么重要的场合上，他都不肯承认你，赶紧道歉啊你！我什么都没做，是你们顾家从始至终没看上我爸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要是不想跟你在一起，我何必在这儿举办这场仪式呢？一定是你做什么惹爸生气了。要是他不承认你，这仪式根本没法进行下去。你道歉啊！好了，爷爷，你看一看他这副样子，哪点能配得上你呀？我配不上，岳东就配得上。当然，他可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我们俩家那是知根知底呀。岳东才是我喜欢的女婿，也只有他才能配得上我女儿。怎么回事？好像是岳东的声音。好戏开始了，50岁了，坐地吸土，更何况加上了母猪推墙仔的威力，这次我要让你身败名裂。家人们，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上万人的直播间，这份订婚贺礼想必令人难忘。岳东，你在里面吗？怎么回事啊？小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方爷，太痛了，你要把我榨干了！翠芳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岳东在没在里面？你把门打开啊！岳东怎么会在我这儿啊？我衣服还没换好呢，今天客人多，你们先去招呼，等我穿好衣服了，我就下去。没在里面，那刚怎么听到岳东在里面叫呢？妈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快开门！我担心岳东。你这孩子，我不是都说了吗？我衣服还没换好，怎么开门啊？你要找岳东，也不该来我房间里找啊。都是妈个习惯的人。岳东说上2楼帮忙布置，我刚找了一圈没发现他人影，就只剩您这儿了。那个岳东刚刚布置的时候来了，然后他就下去了。你们2楼要没找到的话，你们上1楼找一找啊。好吧，我们先去别处找岳东。你要是收拾好了，赶紧下来，宾客们都等着呢。好的，好的。这么好的机会，这些观众不能走。燕燕，半小时前我给阿姨送早餐时，门一推就开，现在门突然反锁，而且岳东的叫声大家都听见了。你这什么意思？不烦你够了！你平时不喜欢岳东，讨厌岳东也就算了，你现在暗示我妈跟你简直是不可理喻。我只是陈述事实。锁着的门，消失的人，异常的声响，难免。林不凡，你真龌龊！我妈都说了，岳东不在里面。今天是我们的订婚礼，你当着这么多人面想拉岳东下手，还要牵扯我妈进去，你简直太让我恶心了！为了污蔑岳东，你连这种话都说得出口！老顾，咱们2家认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儿子什么品性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啊，这个赘婿还没进到你们家里，就在这污蔑丈母娘，以后进了你们家门，还不得翻天啊！岳叔叔，您没生气，我刚才看燕燕都快急哭了，所以才……不过也是奇怪啊，老顾媳妇儿一直没出现。就算没收拾好，打开门让自己女儿进去看一眼就行了。王队长，你把门给我打开！要是岳东今天没在里面，让你爬着离开顾家！
这声音。妈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把门打开！岳东上辈子被你害死，这辈子就让所有人都看清楚你的真面目。放心，清醒一点，还有人呢。快，赶快躲起来！快躲起来！没有地方躲，我躲去哪儿啊？我不都说了吗？我衣服还没换好呢。今天是我女儿的订婚宴，我肯定要好好打扮的呀。马翠芳，把门给我打开！张姐姐干什么？开门！马翠芳，开门！给我开市吧！我不知道去哪儿了呀。我。你们一大帮子人突然闯进来，干什么呀？我不是说了我衣服还没换好吗？你刚才在这干什么呢？我还能干什么呀？我都说了，我衣服还没整好呢。阿姨，我们刚刚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。岳东说上2楼帮忙布置，我们一直没有看到他人影，他在哪儿啊？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岳东还能在我房间里不成？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林不凡，你够了！今天是我们订婚的日子，你就别闹了，赶紧认个错，道歉。岳东肯定就在房间里。怎么会没人？林不凡，你干什么？哎呀，老公，我一个妇道人家清清白白的，这么多人闯进来也就算了，现在还要翻我的衣柜，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嘛？林不凡，你够了！现在门打开了，岳东不在这儿，我妈也什么都没干。你难道还要把整个窝子都翻一遍吗？老顾啊，这次的事儿确实是不凡的不对，咱们两家的关系难道还抵不过一个外人的挑拨离间？混账东西！既然要道歉，总该当事人都在场，不如现在就把岳东请。你闹够了没有？我刚刚就是头疼在这哼唧了几声，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成天没事干，就在这吃醋。我知道你是嫉妒岳东跟我女儿青梅竹马，所以你就过来了。但今天是你的订婚典礼，你把这么多人都搞进来，你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。林不凡，你赶紧跟我妈道歉。你平时针对污蔑岳东也就算了，你今天还把我妈牵扯进来。今天幸亏叔伯们都在，这万一传出去了，别人怎么说我们顾家？就是啊，你空口白牙的污蔑我，一把年纪我也就算了，可是岳东还是个小伙子呢，谁家年纪轻轻的，婚都没结呢，谁以后是怎么娶媳妇儿啊？老顾啊，咱们两家可是世交啊，我儿子可是你看着长大的，他怎么可能干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呢？啊，连这种谣都要造，我看你跟燕燕在一起也使了不少下三滥的手段吧？老顾啊，你这个赘婿不简单呐！啊！出去！还不跪下道歉！否则今天就别想和我女儿订婚！不凡，我爸生气了，你赶紧跪下道歉。爸，不凡也是因为太在意我了，他吃岳东的醋才会这样的。不凡，你赶紧跪下道歉。顾燕，你也不信我？行，那我现在就给岳东打电话，看他在不在房间里。林不凡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乖女儿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他就是一个小网红，上不了台面了。你非要嫁给他，你看看他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不知悔改，还在闹。你这个赘婿，简直是不可理喻！我们这么多人都在这看着，什么都没发生，你就要诬陷他们，非要有点什么是吗？啊，就你这样的，难怪顾家看不上你。行了，这事从头到尾都是误会，你现在赶紧低头认错，就当是为了我。燕燕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你们顾家从始至终都没看上我，盼着你跟岳东订婚呢。哈，这就是你污蔑我的理由吗？
你不满顾家，你嫉妒岳东，所以你就在这造谣是吗？哎呀，老公，岳东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在我们心里就像儿子一样，我们两个怎么可能嘛？再说了，我人老珠黄，那岳东还是个小伙子呢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下跪道歉！幸亏啊，是一个误会，不然你们这岳父两家名声那就彻底毁了呀！这不是冤枉人吗？兴师动众的大闹一场。顾凡，你要是还想跟我订婚的话，现在就跪下道歉！跪下道歉！岳东肯定在这个房间里，一定是躲起来了。我得想办法让他出来。燕燕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也是太在乎你了。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吃岳东的醋了啊！顾叔、岳叔、阿姨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林不凡，胆敢有下次，就给我滚！我们顾家可没你这样的废物。哎呀，老顾，不凡他也不是故意的。今天这么多人在这看着呢，你们先下去，我收拾好就过去找你们。燕燕，今天是咱俩的订婚礼，这样吧，你给岳东打电话喊他过来，咱们有话当面说清楚，省得以后再误会。说的也是，顾凡，今天是我们的订婚礼，我喜欢的人一直都是你。妈，岳东的手机怎么会在你房间响？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今天反转了，顾凡哥哥也太惨了，完全是真的。乖女儿，岳东电话在我房间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应该是他刚才布置房间的时候落在这儿的。你确定？当然确定了，老公，我们两个没有什么事啊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原来是有床下啊！老公，我今天晚上本来想要给你那是一个精油颗粒感的安全套，听说效果不错，我就自己试了一下。哎呀，老公，这么多人在呢，那么私密的事儿，我怎么好意思说呀？这样，你先下去招呼宾客，一会儿我就去找你。阿姨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岳东，儿子，阿姨，你现在还能说岳东不在房间吗？我怎么知道他会在床下呀？老公，我刚才真的是在研究精油，我真的。岳东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说！顾叔叔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是，我过来布置房间的时候，方姨刚好去了卫生间，恰巧我贴喜字的时候，胶带掉在床底下了，然后我就去床下捡胶带，这个时候方姨又刚好从卫生间回来。之后，他就在床头开始研究精油，我也不好意思出来，就在里边一直待着。再然后你们就进来了，这有这么巧的事儿？真的，我真的是去捡胶带的。你在床底下捡了半个小时的胶带。岳东，你被抓个正着，你还在这狡辩？我知道燕燕选择了我，跟我举办了订婚礼，你心里不舒服，但你也没必要因为我跟燕燕在一起，就爬我未来丈母娘的床啊！贱人！哎呀，老顾，你别激动啊！我看这肯定是误会，是你在陷害我，林不凡，你嫉妒我跟燕燕20多年青梅竹马，所以你设了这么一个局，要不然他们怎么会这么巧的刚好进来？顾叔叔，我是你看着长大的，我怎么会干出来这种出身不如的事情？燕燕，我们在一起相处了20多年，我什么为人你不知道吗？爸，我是你的儿子，我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情？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是去捡胶带的。真是这样？对，就是这样。老公，燕燕，你们相信我，岳东就是来帮忙的。如果我做出这种出生不如的事情，我天打雷劈！燕燕，你千万别听他胡扯，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儿？你把大家当傻子吗？这怎么就巧合了？岳东刚刚在布置房间的时候，我在卫生间，他捡胶带的时候，我以为他走了，
我才上床上去擦精油的，然后你们这群人就来势汹汹的，我哪里敢开门啊？没错，我也不方便出来，要不然更加解释不清楚了。老公，你相信我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这就是个误会。就是他无中生有，没事找事，这么多人看我笑话，我以后这脸往哪儿放啊？老公，我看这一切它就是一个误会，我儿子和你老婆，这怎么可能嘛？倒是你这个赘婿能耐不小啊。对了，老公，今天早晨他过来给我送饭，我吃完了之后，我身体就不舒服，我就开始发热，我才擦的精油。对，就是你，就是你这个混蛋，你真是个狗东西！没错，也是他，是他让我来2楼布置房间的。李不凡，你嫉妒我跟燕燕在一起的青梅竹马，所以你就设了这个局来陷害我是吗？女儿，你可长点心吧！你就是这样一个心思歹毒的穷男人，也不知道你是怎么看上他的。老公，你就说今天这盆脏水要泼在我头上，大家怎么看我，怎么看你呀？你怎么就能眼睁睁的看咱们女儿嫁给这样的一个穷男人？妈，不凡，这真的是你故意设计好的吗？我有什么理由做这种事儿？还是在我跟你的订婚礼上，我疯了吗？够了，林不凡，从一开始你就引导我们所有人往这方面想是吧？对，一开始就是他让我们开门的。我觉得这件事就是他策划的，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就这种胡说八道、搬弄是非的窝囊废，根本配不上你。过来，爸，我现在就跟他分手，否则我顾家未来的财产你别想继承。林不凡，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。你要是还不认错道歉，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。到了这种地步，他们居然都不相信我，还真是跟上一世一样。幸好这一切都被录了下来。林不凡，你嫉妒燕燕跟我的关系，之前百般污蔑我都忍了，但是这一次你把方怡牵扯进来，就是你的不对了吧？我劝你还是好好道歉吧。岳东，你的确深受顾家一家人的喜欢，你才应该是顾家的女婿。你站住！话还没有说完，你现在摆出一副受尽委屈、被人冤枉的表情，你装给谁看啊？顾燕，你爸妈不信我，我无话可说。毕竟他们二老从一开始就看不上我，觉得我不如岳东。但咱俩在一起这么久，你扪心自问，你偏向了岳东多少次？好了，不凡，我保证，我以后会偏心你一点。你认错，道个歉吧。我为什么要道歉？我看今天这场订婚礼就是为你俩举办的吧？反正你爸也是当着所有人这么宣过的，岳东才是你们顾家的准女婿。不是，林不凡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争风吃醋？一个躲你妈床底下的男人，我有什么好争风吃醋的？既然你们都愿意相信阿姨跟岳东是清白的，那我也无话可说。林不凡，你站住！还要说什么？不凡，我跟岳东这情谊几十年，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，这要有什么早有什么了，所以你就别针对他了。还有我爸之前说的那些话，也都是因为你惹他生气了。这样，你好好道歉认错，我们开开心心的完成这个订婚宴，难道不好吗？不好！顾燕，我跟岳东不死不休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做错事情还如此嚣张，现在就给我滚出顾家！不凡，适可而止吧。林不凡去哪儿？你站住！女儿，那个窝囊废走就走了呗，咱们不是还有岳东吗？不错，今天就是你俩的订婚宴。好，燕燕呀，我很早之前就想让你当我们家的儿媳妇了。别了，岳东，咱俩不合适。这件事今天就这么定下了。岳东可比林不凡那个窝囊废强100倍了，他闹出那么多事情，你还想着他？你是想更多人瞧不起我们顾家吗？虽然订婚礼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，但整体的结局还是比较圆满的。那么接下来祝我女儿顾燕还有岳东订婚快乐。果然，你最终还不是跟岳东订婚了。家人们，事情还没结束，接下来就是我的猎杀时刻。
我围观了整个直播过程，就是那俩有问题。不凡哥哥，我相信你。抓奸还有后续吗？带我们一起。接下来就是少儿不宜了，直播先到这儿。哎呀，老顾啊，还是这俩孩子般配吧。接下来有请两位新人亲吻彼此。爷爷，慢着。这不是刚刚那个，明明都走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该不是看到顾小姐和岳少结婚后悔了吧？不凡，林不凡，我警告你，今天可是我女儿和岳东的订婚宴，你别给我捣乱！来人！顾叔，我不是来捣乱的。燕燕，5年的时间足够看清楚一个人了。既然你已经做出了决定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我是来祝福你的。岳东，你居然真的跟我妈！你这个畜生！那个是我妈，她从小看着你长大的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？是这样的，妍妍，你听我解释。老公，你听我说，老公。翠凤，我这些年对你挺好的吧？你要什么我都满足你，可你为什么给我戴绿帽子？老公，老公，你听我说，我不是自愿的，都是他逼迫我的。老公，是他爬上了我的床。你这个孽畜，你为什么要干出这么猪狗不如的事情？爸，我是有苦衷的，如果不是公司快要破产，我够了！到底是什么样的苦衷，能让你们在原本是我跟顾燕的订婚礼上毫无顾忌的偷情？你不凡，对不起，我该相信你的，我不该为了这个畜生一次次的伤害你。岳东，一直以来我以为我们的发小情谊是真的，你真是让我恶心！假的，都是假的。爷爷，是林不凡，是林不凡，他在陷害我。这个视频是假的，是他用 AI 合成的。对，是假的，这个视频是假的，是 AI。妍妍，老公，你们相信我，我绝对不是那种人。你这个窝囊废，你还不死心，编造这样的视频来污蔑我和岳东，你好歹毒啊！老公，你赶紧把他给我赶出去，他当着这么多人面的侮辱我，你的脸往哪儿放啊？你到现在还敢骗我，王翠凤，你真以为我这么说这么好骗吗？你个贱人，你竟然敢给我戴绿帽子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我不打死你！顾叔，你疯了！滚！你不配叫我叔！滚！我的肚子，我的肚子，我肚子。枫叶，你撑着，我带你去医院。喝点水。老顾啊，你别气坏了身子啊！我岳东那个畜生，我就当没他这个儿子。老顾，
你放心，今天晚上所有的宾客，我挨个给他们打电话，让他们绝对不要把今天的事情传出去。哪怕网上露出来那么一点，我也绝对会给他压下去。我岳家也害怕丢人现眼的嘛，不是？我现在可不想看到你。老顾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也没想到那个王八羔子，他竟然能干出这么猪狗不如的事情。滚！爸，岳叔，要不你先回去吧，等我爸好一点再说。那行吧，爷，那你照顾好你爸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。现在你们相信我了？相信你又怎么样？你把这种丑事搞得是人尽皆知，你是想让所有人来看我们顾家的笑话吗？爸，你冷静一点，先别激动。你想啊，要不是不凡告诉我们这个消息，我们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呢。你就不能不对他有偏见吗？你们顾家门楣高，我一个小网红高攀不起。顾燕，咱们之间到此为止吧。不凡，我相信你，这个事是我做错了，原谅我。相信？那如果我告诉你，王翠芳已经怀了岳东的孩子呢？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我妈居然已经怀孕了，岳东的妈妈。你们要是不信，可以去一探究竟。女儿，快去找他们，快带我去找他们呀！爸，你先好好养身体，这件事儿我跟不凡去就行了。岳东，我倒要看看你的阴谋诡计，还怎么像上辈子那样得逞。医生，她怎么样了？孕妇这么大的年龄怀孕，本身就是高危妊娠，居然还给她用催情的药。催情药？你们不知道，你体内现在还有残留呢。果然是林不凡那个狗东西，我到现在就只吃了他给我的一碗粥。方姨，你怎么样了？医生，她肚子里的孩子一定要保住。她现在这种情况，我的建议还是住院观察，等胎儿稳定了再回去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办住院手续。走。哎，你们这老七少夫的，千万别胡来啊！注意节制，孕期内最好不要同房。行。现在的年轻人呢，真是一点弯路都不想走，居然直接傍富婆。不过这妇科得了乳腺癌，这一胎不能留啊。方姨，你肚子里的可是我的孩子，千万不能有什么事啊。小月，现在我们的关系被发现了，这顾家我是回不去了，可怎么办啊？方姨，你急什么？我们给顾叔下了那么久的药，他一定撑不到我们的孩子降世。到时候顾家的一切都是我们的，再也不会有任何人阻止我们在一起。那我们可说好了，等我们拿到顾家的财产，你就光明正大的跟我在一起。这件事情我们之后再说。不行，我现在怀了你的孩子，他们又发现了我们的关系，你要是不跟我在一起，我就把孩子打掉。方言，方言，我答应，我都答应。我现在就去给家里打个电话。喂，爸，方姨怀了我的孩子。你说什么？你先别激动。我打算利用这个孩子来继承顾家的一切。我的计划是，方姨，我爸已经答应。太好了。
你拉我干什么？你妈住的是妇产科病房，足以证明我说的是真的。你现在冲进去也于事无补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难道我眼睁睁看他们在一起，留着那个孽种吗？燕燕，你就没想过吗？岳东年纪轻轻的，有能力有背景，他什么女人找不到，怎么就偏要跟你妈偷情？不凡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信我吗？我现在身边只有你了，我不信你，还能信谁啊？接下来他们会夺走顾家所有的财产。王八蛋！你现在过去找他们也没用，没有实质的证据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难道我就眼睁睁看着，我什么都不做吗？别急，很快他们就会主动找上门的。王翠芳这个贱人，给我戴绿帽子也就算了，现在居然还想要我顾氏的财产，做梦！爷爷，我把顾氏的股份就交到你手上了。之前是我一直瞧不上你，我对不起你。这次你能帮爷爷渡过难关，以后我绝对不会反对你们俩在一起了。顾叔，我会帮燕燕的，但这辈子我们不会在一起了。从你选择跟岳东订婚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就结束了。方姨，慢。方姨，你现在可得小心点，肚子里还怀着我的孩子。老顾最近身体不好，一直在休养。现在的顾氏由顾燕掌权，林不凡从旁辅助。以我这么多年对老顾的了解，他让顾燕掌权，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。我跟小月的事情被曝光，就是林不凡那个窝囊废干的，凭什么他能进顾家？要是我逮到机会，我一定要误死不凡。要是你能进顾氏，那就好了。这有什么不能？我手里可是有着顾氏20%的股份呢。方姨，你最好了。你这人还敢找上门来！我想跟你离婚，我要让你净身出户！老顾，离婚是不可能了，毕竟我怀的可是顾家的。你放屁！妈，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你肚子里……岳东，你就是个畜生！燕燕，阿姨现在身体不好，我多照顾一下有什么？顾叔，这肚子里的毕竟是你的孩子，我可是每次都带着他的。你顾家这么大的家业，也确实需要一个儿子来继承。你们还想让这个野种来接我的牌？你们休想！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顾叔现在身体不好，我就进顾氏帮帮忙。没错，小月想进顾氏，我就拿我手里的20%股份，让她当总裁玩玩。妈，你是疯了吗？你让岳东进顾氏，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。燕燕，我觉得阿姨的提议很好，就让岳东进来做总裁。不凡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妈，我不同意岳东进公司。岳东他压根就不懂运营和业务，让他现在进公司，是想让顾氏倒闭吗？人家小月可是海归博士，以前在岳氏也管过各项业务，怎么就不能在顾氏当总裁了？反而这个窝囊废，他凭什么在顾氏当总助？这不可能，我不同意。老顾，你不同意也得同意，因为我手里有20%的股份。爸，你先别激动，公司的事儿我来处理。妈，岳东不能进公司，像他这样空降总裁，公司的人是会不服的。况且，燕燕，我觉得阿姨的要求很合理，毕竟要不是我曝光了他们2个人的关系，事情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行吧，那就让岳东进公司。这就对了嘛，毕竟你们2个是一起长大，以后在公司啊也相互有个帮衬。至于老顾，以后我在家安胎的时候，顺带把他一起照顾。滚！你个贱人！我现在不想看到你们2个。我爸不需要你照顾，我掌握护工。明天我就安排小月去公司报道。走，小月。方姨，小心脚下。你这个贱人，现在都敢光明正大来找我了！还有你！让岳东进公司，你还想让公司倒闭吗？顾叔，他们2个人在一起，只能是道德上的谴责，没法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况且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谋划顾家的财产了，就算今天阻止，他们也会想其他办法进入顾氏的。
爸，顾凡说的也有道理。放心吧，顾叔，我会帮燕燕的。我让岳东空降总裁，并不是给他放权，而是给他挖坟。他们两个现在想得到顾氏的家产，进了公司也一定不会安分守己的。不错，动了公司的钱，可就不是道德上的谴责了，是能被请进去喝茶的。顾凡，刚才差点又错怪你了，后面你想怎么做，我都听你的。岳东，我这辈子会断了你所有的路。岳总，这是公司近3年来的业务往来合同，请您过目。这是我刚刚谈成的项目，需要投资5000万，上面有我以及股东的签字，拿去财务拨款。岳总，投资数额过大，要么上董事会，要么找顾董签字，直接让财务打款，这不符合规矩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是说了上面有我以及股东的签字吗？按我说的去做，有什么问题我担着。可是什么可是？我都不看你工作什么想要了。顾董现在在医院，公司全部交给顾燕打理，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们青梅竹马。前段时间我们还订婚了，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。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今天晚上6点之前，第一笔款项必须到，后边如果还有什么手续，之后再补。我知道了。他还真是敢要，第一天来公司就敢要5000万，还要求今天给他打一笔500万。不凡说的果然没错，他们就是冲着钱来的。不过岳东家又不缺钱，他为何如此急不可待？算了，先把第一笔给他打过去。好的，小顾总。求求你们，再宽限我一段时间吧，我肯定能把贷款还上。 1个亿都逾期大半年了，你们账面净亏损，你拿什么还？我手里有一个大项目，下半年我华强集团就能扭亏为盈，只需要你们宽限我半年的时间，我一定连滞纳金都能给你们还上。上次来催款，你就是这个说辞，今天又是，再不还款，就别怪我们到法院起诉你。千万别呀！这样，我先给你还500万，你们再通融通融。你看，只要我的公司能继续运营下去，我才能把后续的钱给你们还上，对不对？我现在给你转，你查一下，已经到了。按照您。行，那我们再宽限你一段时间。好，谢谢，太感谢了，我送你们，能慢走。儿子，你太厉害了，你这上班第一天就拿到500万了啊！那当然了，要不是顾燕选了林不凡，我又怎么会去勾引王翠芳那个老女人？结果关系还被曝光。不过好在我最后进了顾氏。那爸爸就当什么都不知道，帮你去盯着顾建中那个老东西的动向。老顾，身体好点了没？还没死呢。老顾，这次是我的错，我怎么生出这样的逆子呢？他干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你说你也是，你怎么能让他进顾氏呢？我还没有让他来我们华强集团历练呢。你别说这件事情你不知情啊，老顾，你这说的是哪门子话啊？咱们认识这么久了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把那个逆子赶出我们家门了，我跟他断绝父子关系，他现在已经不是我儿子了。行了，苗华强，你今天来到底是什么事？还看我笑话？老顾，我怎么会看你的笑话呢？啊，之前发生的丑事我已经全部都压下去了，而且你看，现在网上一点风声都没放出去吧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已经在竭尽全力。岳叔，你回去吧，以后要是没什么事就别来我家了。岳东跟我妈这个事儿，尽管你再不知道，但是我们也无法像以前一样面对你了。那好吧，爷爷，老顾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以后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，就跟我说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。
爸，这么巧，你也在这儿？你别管我叫爸，没有你这样的儿子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滚！爸，别激动啊！妈，你知不知道岳东上任第1天就说顾氏投资项目转走了500万？我真不知道这个钱最后转到了谁的口袋里。爷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小月刚上任想做自己的项目怎么了？而且这个项目投资我是知道的，上面也有我作为股东的签字。燕燕的意思是，你们这么做破坏了公司的规章制度以及付款流程，到时候公司的业务和账目都会乱套的。哪轮得到你这个窝囊废说话啊？难怪这么轻易的让岳东进了公司，原来是想把他放在眼皮子底下监视。看来得想办法尽快把顾氏弄到手。再怎么样，小月也比你这个窝囊废强1000倍万倍吧。而且这个项目是能挣钱的，你们不同意，我同意。唐天浩，你个贱人，你有什么资格同意？我才是顾氏的董事长。老顾，你别激动。这个项目之前我听岳东也说过，我们华强集团也投了，我觉得很有前景吧。可是根据我的市场调查以及风险评估，岳东所谓的投资项目根本就是套钱，而且收款公司的背后……够了！你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小网红，你懂什么叫项目投资吗？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顾燕，管好你这个窝囊废的男朋友，他要是敢在公司阻挠小月的项目，我跟你们没完！都给我滚！爸，你也滚！好，我走，你注意着点身体啊！你了，喝点水吧。陆大侦探，帮我查些事儿。哟，我们大网红陆凡哥哥居然有空来找我帮忙，说吧，我保证给你调查的一清二楚。芳芳，你跟我认识了20多年，跟我儿子。小月可比你强多了，有贼心，没贼胆。燕燕，其实我怀疑岳华强并不像他说的那样完全不知情，所以我买通了岳家的佣人，在客厅安装了隐形摄像头。没想到岳华强之前跟我妈那么熟悉，亏他之前还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，说什么跟岳东断绝了关系，把他赶出了家门，他们全都是一丘之貉。岳家这对父子都是禽兽王八蛋！燕燕，你先别急，我这儿还有更多的证据。还有什么证据？一口气全部拿出来。没想到我跟我爸被岳家父子耍得团团转。陆大侦探，让你调查的事有结果了吗？陆凡，事情的确像你想的那样，岳家的华强集团濒临破产，已经负债2亿，顾氏投资的500万，最后也都到了岳华强手里。所以，我有理由怀疑岳东接近顾夫人，其实是为了填补岳家的窟窿。于是顺手查了一下岳华强与顾夫人之间，想不到他们俩居然每年都会约着一起出游。20年前，那就是岳华强老婆去世那年。想不到那么早他就跟我妈搞一起了。顾小姐别激动，他们俩没有发生实质性关系。精神出轨也是出轨。顾小姐，先不说这些，我这里还查到了一份关于你母亲的病理报告。我知道，我妈怀了岳东的孩子。除此之外，你母亲得了乳腺癌。如果继续怀着这个孩子，癌细胞恐怕会一发不可收拾的扩散。麻烦你把所有的资料整理成电子档发给我，再邮寄一份纸质版过来吧。燕燕，你爸身体不好，这件事先别告诉他了吧，我怕他受不了。我绝不会让我爸再面对那群人渣受气。这豪门还真是复杂。燕，我肚子里还怀着呢。还有，等我们拿到顾家的财产以后，你答应我的，你要光明正大的跟我在一起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都答应你。不过，你也得把顾氏交给我们的孩子。这你放心，老顾就想要一个儿子来继承他的家业，我测过的。我肚子里的可是个男孩，只要我一天不跟老顾离婚，
他顾氏的财产就是我们儿子。方一，不过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们还是得让顾总在这份遗嘱上签字。这简单，明天我就回顾家。方一，你真好，我爱死你了。爷爷，这些是我委托律师调查到的所有信息，其中这是关于你母亲的病理报告。岳家这对父子对我妈果然不怀好意，不行，我得赶紧告诉我妈去，不能让她一错再错了。你妈不会听的，否则她也不至于鬼迷心窍的做出这些事情来。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？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妈给岳家父子把我们顾氏都搬空吧？小姐，夫人突然回来了一趟，和老爷爆发了激烈争吵，老爷被气得送去医院了。医生，我爸他怎么样了？病人长期服用雷公藤，导致心脏受到了不可逆的损伤，有多次动怒。这次虽然抢救过来了，但好好养着吧。爸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啊！爸，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。爷爷，别难过了，妈没事。爸，你醒了。不烦，以前是我瞧不上你，怕你吃绝户，可没想到。顾叔，我都知道，您先别说了，好好保养身体。有些话要是现在不说，以后怕是没机会了。不烦，对不起，叔叔恳求你一件事情，照顾好我女儿，后半辈子就托付给你了。顾叔，燕燕的未来在她自己手里，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会走。是啊，女儿，以后就要靠你自己了。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。先不说这些了，王翠芳那个贱人，逼我签下遗嘱。想把顾家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他肚子里这个野种。老顾，你今天必须把它给我签了。你怎么？提什么你？不签也得签。你的那份财产，以后就是我肚子里孩子的。一定要阻止他。爸睡着了，我们聊聊吧。不凡，你说我妈她是不是疯了？她竟然为了那个野种抢走了我爸的股份。她可是我的亲生母亲。你先别急，股份变动是要开董事会的，咱们只要在董事会上公开这一切，董事会是不会通过的。只是什么？你们顾家会颜面全无，甚至这些丑闻会让你们顾氏造成损失。都这种时候了，我还在乎什么颜面啊？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，为什么当初岳华强要拼命压下这一切，他就是怕影响顾氏，影响他们搬空顾氏。你说什么？岳东忽然召开董事会？可我爸他……燕燕，你留在这儿守着不说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替你回公司开这个董事会。不怕，我信你。各位董事，今天突然把大家召集过来，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想必你们也知道，老顾的身体不好，前一阵还进了急诊。作为他的夫人，我有必要站出来力挽狂澜。我决定
把我手里这20%的股份，以及老顾手里这30%的股份，全部都转给我的孩子。顾夫人，小顾总还这么年轻就接手公司，我不是多心啊，只不过我们是不是应该让他再多磨练磨练？想必大家误会了，我说的孩子是我肚子里的这个。顾燕也是我的女儿，但她目光短浅，又找了一个无权无势的窝囊废男朋友。想必大家也听过，她就是扶不上墙的烂泥。顾夫人，可您肚子里的孩子还未出世，您就把股份让给他，谁来主持大局啊？所以我找岳总来帮忙，让他熟悉公司的流程。这怎么办？不行不行，这算咋回事呢？好了，议论完了就停下来吧。这是我跟顾总都签字按手印的股权转让合同，你们可以过目。顾夫人，顾小姐为什么没有来参加这次的董事会？她手上也有5%的公司股权，是股东成员之一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没人通知顾小姐一声吗？这是我跟老顾做的决定，跟顾燕没关系，她也管不着。顾夫人，就我这50%的股份，全部转让一个未出生的孩子，你这说不过去吧？就是呀，就算顾小姐年轻，做事不够沉稳，但她是有潜力的，多历练就好了。由她来继承公司股权才更合适。至于您找来帮忙的岳东，恕我直言，他的能力根本不足以管理公司。没错，公司最近有一笔500万的现金流出，据说就是他所为。这事儿还请你们给我们董事会一个合理的交代。你们的意思是说，你们在质疑顾夫人以及顾总的决定？哼，那上面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股权转让给顾夫人肚子里的孩子，还有你说的那500万，属于公司的正常投资。这上面只有你和顾夫人的签字。哦，所以呢？好了，别吵了。项目投资的事儿，岳总跟我提过，我也跟老顾说过，是老顾同意的。这是我们顾家的事，跟在座所有的股东没有任何关系。但是，我保证不会损害到各位的任何利益。我请问顾夫人，你拿什么保障？我说了，我找岳总来帮忙。我跟老顾已经签了字了，股权转让的事，你们就不必纠结了。慢着，小顾总有事不在，我替他出席董事会。林不凡，后面故事的是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上不了台面的窝囊废说事了？你给我滚出去！顾夫人，我说了，我是替小顾总的，董事会的决定，小顾总全权授予我同意或是不同意。大家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看内部通讯工具。还真是啊。让他知道也可以。看完了就给我滚出去！顾夫人这么着急让我走，是怕我拆穿你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吗？林不凡，我和顾夫人还有各位顾氏的董事在商讨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你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垃圾，顾夫人让你滚，有问题吗？你们所谓重要的事儿，就是把顾氏的股份全都转让给一个未出世的野种，是吗？野种？林不凡，你少在这胡言乱语！保安呢？把他给我拉出去！这就心虚了。我想各位董事肯定不理解，为什么顾氏股权不给小顾总，而是转给一个未出世的孩子。现在我就告诉你们，因为顾夫人，也就是王翠芳女士，跟这位空降的岳总岳东有奸情。这种事情，顾董事长就是因为这事儿被气倒下的。这上面签字画押，根本就不是顾董事长自愿的。我就说，顾董事长怎么会做出这种荒唐的决定？会把股份转让给一个没有出世的孩子？原来是这两人狼狈为奸，趁着顾董倒下，想将顾氏据为己有啊！放弃，这是污蔑。我这孩子是老顾的，老顾老来得子，所以
才把股份转让的。没错，保安呢？把他给我扔出去！报案！岳东、王翠芳，你俩是不是觉得我手里没证据？你要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，你别乱来！这也太荒唐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关了，给我关了，给我都关了！没关系，我手机里还有。假的，这些视频全部都是 AI 合成的假视频。之前林不凡就用它来污蔑我，还有顾夫人。对，这是假的。如果是真的，怎么没有丑闻传出去？大家都别信，都别信！那是因为岳东的父亲华强集团董事长岳华强在背后压下了这些事儿。各位，口说无凭，看看证据。不可能，这都是假的！别看了，都别看了！2005年，我妈去世的那年，你那么早就跟我爸鬼混在一起了？不是的，那年你妈刚去世，你爸心情低落，我就陪她去散心。到后来，你顾叔忙于工作，没时间管我，你爸就陪我出去散心。我们两个都是清白的，清白的。你把这些叫清清白白！我肚子不舒服，小月，我肚子好痛啊！孩子，快扶我上医院！孩子不行，对，这不凡，要是顾夫人肚子里的孩子有个3长2短，我他妈不会放过你的！顾夫人肚子里的孩子不是顾董事长的吗？你那么急干什么？现在大家清楚为什么顾氏股权要给一个未出世的孩子了吧？顾夫人，你自己婚外情搞出私生子，我们管不着。但是你要把顾氏股份转让给那私生子的话，这件事我第一个不同意。难不成我们这些董事都是摆设吗？我坚决不同意将这股份变更。不同意！我也不同意！我也不同意！不同意！快送我去医院！孩子要紧，我们先去医院。急什么？他是又没磕又没碰的，能有什么事儿？一看就是装的。没错，我看你俩是想跑路吧？不能走，跟我们把话说清楚。我已经给董事长发消息了，他现在就在来的路上，你们俩现在就在这儿等着。不凡，你再拖一拖董事会，我跟爸爸马上就到了。先回去坐着吧，顾董事长来了，股权转让的事儿，看看他怎么说。我快撑不住了，小月。李不凡，你给我让开！要是顾夫人肚子里的孩子有个好歹，我他妈不会放过你！你母亲05年去世，这个女人05年就跟你父亲暧昧不清，现在你俩搞在一起，还让她有了你的孩子，你对得起你母亲的在天之灵吗？凡，你给我闭嘴！岳东，我一定会让你的所作所为付出应有的代价。代价？李不凡，你他妈3番5次坏我好事，该付出代价的人是你！顾总好，顾总好。顾叔，燕燕，你们来了。不凡，你辛苦了。我的肚子，我肚子好痛。不要！这份文件无效。这是我留给孩子的股权，你怎么就撕了？一个野种，有什么资格继承我顾氏的股权？顾夫人，你居然真的怀的是野种啊！难怪你俩沆瀣一气，要把股份转给野种。顾叔，这是他和岳东偷情的视频，
上次在订婚礼上你已经见过了。还有那些照片，是从05年开始，他和岳华强每年都会出游的证据，以及岳东所谓的投资项目。他把顾氏的钱转给了一个空壳公司，但最后这些钱全都进了华强集团的公户。另外华强集团内部已经亏损严重，负债接近2个亿，濒临破产，银行逾期贷款已经大半年了。你们岳家根本就是个空壳子，要破产了！不是他方言，是他在陷害我，方言，你是知道的。李不凡这个上不了台面的垃圾，他一直都在嫉妒我。那你从顾氏转移出来那些资产呢？不是说要给我肚子的孩子留着吗？怎么就成了你们华侨集团还债了？啊！你回答我呀！到现在了还看不清楚吗？他们岳家父子接近你，都只是为了顾家的钱而已。是的，小月，这么多年你跟我在一起，就是为了拿我们顾家的钱去填你们岳家的窟窿。方言，你别激动，你还怀着孕呢。岳东，你真让人恶心！到现在了你还在装。你看我选择了林不凡，没跟你在一起吃不了绝户，于是跟我妈在这暗度陈仓。我恶心？你怎么不说你妈恶心？一副瘙痒跟我爸勾引了那么长时间，现在又过来勾引我。一把年纪了，每次都欲求不满的样子。要不是为了钱，我怎么可能跟你这种老女人上床？王八蛋，明明是你先勾引的我，你跟你爸没一个好东西！王八蛋，混蛋东西！这就是狗咬狗，一嘴毛。呸！要不是你这个窝囊废揪着不放，从中作梗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？狗大耗子，多管闲事！方言，我的肚子，我的肚子好痛，血，我流血了！小月，快送我去医院！快！阿姨，你确定要保这个野种？他们还要干什么？好了，别再闹了。顾董，这是您的家事，我们本不必多言。但是这件事儿绝对不能传出去啊！不错，这一旦传出去，对顾氏的影响太大了。我们作为公司的董事，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保安，进来，赶紧把他送去医院，不要被任何人注意到。慢着。阿姨，这是你的病历报告，你好好看看，再决定要不要留这个野种。这怎么可能？骗我！你们都在骗我！都在骗我！阿姨，你要是不信，正好去医院了，可以全面给自己检查一下。林不凡，你到底给方一看了什么，让他情绪这么激动？小月，快送我上医院！你现在还想把股权转给这个野种？他可是你的催命符！给我闭嘴！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还有电子版的报告，正好医生也在，可以让他看一眼，你就知道我有没有骗你。这个电子报告真实有效。方爷，方爷，你疯了！我没疯，我要是要这个孩子的话，我就没命了。这个孩子我一定不能要。林不凡，你到底给方毅看了什么？为什么他疯起来，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？岳东，阿姨没了孩子，我看你还有什么理由骗她继续跟你同流合污，转移顾氏的财产？好了，我年纪也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我会把我手里的30%股份全部转让给我女儿。至于王翠芳，我会跟她离婚，让她净身出户。她手里的20%股权也会收回，全部转让给我女儿。这里你们处理吧，我累了。老公，我知道错了，老公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求求你原谅我。老公，送他去医院吧。岳东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们顾家从未亏待过你，但你跟你爸简直就是丧尽天良。你们
就等着进去喝茶吧。爷爷，你千万别把我送进去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饶了你？你处心积虑接近我妈，你不仅爬上了她的床，破坏我父母的感情，你还想偷过我们顾氏的财产。像你这种心思歹毒的人，我凭什么饶了你？顾言，这是你自己选的。岳东，我告诉你，不止你，还有你父亲岳华强，一样会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妍妍，报警！岳东、岳华强、王翠芳3人涉及诈骗罪以及侵占罪。小陆总，你千万不能报警啊！你这一旦报警了，顾氏的颜面会大受损失的呀，这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，千万不敢报警啊！各位，这么多年来，我爸就是顾及到颜面和损失，一忍再忍，在我这儿，忍无可忍。这一次，我必须让这些人受到惩罚。岳东涉嫌诈骗以及侵占顾氏集团财物，被警方逮捕。与此同时，岳东之父华强集团董事长岳华强涉嫌违法经营，名下资产被全部冻结。不凡，谢谢你帮我们家渡过难关，以后啊，我再也不会阻止你跟叶叶在一起了。顾叔言重了，我帮叶叶也是在帮我自己，毕竟上辈子岳东得逞害死了我。不凡，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要谢谢你，爸。妈那边你打算怎么办？他刚流产完，就算要逮捕他，也得半年以后了。老公，老公，你来看我了，我知道错了，原谅我好不好？切了吧。不签，我不能离婚，我不能离婚。老公，老公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会按分手记的。妈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岳家那对父子已经进了监狱，你现在签了离婚协议，净身出户，我们可以不跟你计较，你还能有一条生路。女儿，你们好狠的心啊！你就这样对妈妈赶尽杀绝吗？真要赶尽杀绝，你就该待在局子里。林不凡，都是你这个窝囊废，在这揪着不放，从中作梗。王桂芳，到现在你竟然还不知悔改，难道你做的这一切都是林不凡拿刀架你脖子上逼你的吗？不，老顾，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女儿都这么大了，我也得到了报应，也得了癌症，你真的让我离开，你们看我去死吗？老顾，我们在一起30几年，难道你真的想看着我去受死吗？老公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顾叔，你冷静一点，你别被他骗了。你现在身体这么差，就是因为他给你服用了大量的雷公藤，导致你心脏出了大问题。他从一开始就是想谋财害命的。不，老公，我没有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没有。到现在了，你还在骗我？签字离婚，从今以后，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是你们逼我的。你们把我逼上绝路的，就别怪我鱼死网破。想要离婚可以，我要财产平分。王翠芳，你还真是不要脸！妈，你疯了吗？是我跟爸求情，让他放你一条生路的，否则你现在就跟岳家父子一起进局子了。他们进去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们以为真的就能让我进去吗？阿姨，你要不要学点法？前有你对顾叔长期蓄意下毒，后有你帮助岳家父子转移顾氏钱财，这些足够你牢底坐穿了。林不凡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早知道有今天，当初我是不会把你这个窝囊废跟顾烨撮合在一起的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事到如今，我告诉你也无妨。当初你上大学的时候，他可是我帮你精挑细选的贫困生。你也真是够下贱的了，
就这么跟这么个穷男人在一起了。妈，我可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是你亲妈又能怎么样？你当初害我难产，差点死了，我宁愿从来没有生过你。你简直是不可理喻！你怎么能厌恶自己的孩子呀？顾言，你以为他是真的喜欢你吗？他对你千依百顺，还不是一样为了顾家的财产？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我家境的确不好，但我从未想过要你们顾家的钱。没想过顾家的钱。当初让你入赘到顾家，你千依百顺，不是为了顾家的钱？难道你对顾燕是真爱吗？如果我说我那时是真心喜欢你，你会信我吗？那是真心喜欢，什么意思？现在不喜欢是吗？燕，咱们的事情先放一边吧，先处理顾叔离婚的事情。听见了吧？我说的没错吧？他不是真心喜欢你，他为的就是顾家的财产。燕燕，所以你不信我？够了，不要再挑拨他们之间的感情。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要离婚净身出户，要么你就进去坐牢吧。顾建中，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，你居然对我这么无情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你们真的以为能让我进去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他有把柄在我手里。我什么都没做。要不是因为林不凡，你们顾家的一切早就在我手里。他可是你们顾家的救星，你们放过我，我就放过他。你少在这儿故弄玄虚。是你们逼我。大家好，我是顾夫人。今天有一件事情，还请大家帮我主持公道。还请大家记住这3个人的嘴脸，他们为了掩盖丑陋的真相，不惜一切联合起来欺负我一个妇人。在这儿，我就要揭露他们所有的罪行。他是我女儿的男朋友，一直对我图谋不轨，强迫我，欺负我，他就是个强奸犯。他想跟我撇清关系，入赘顾家，在我女儿的订婚礼上设计陷害我跟别的男人滚在一起，让我范劫不复。我记得顾家千金找了一个小网红当男朋友，账号名叫不凡哥哥，想不到他那么禽兽。顾夫人也太惨了吧！这不就是顾夫人直播的病房吗？这个就是小网红，真是小凡哥哥，简直禽兽！砸死他！砸死他！砸死他！各位，各位，各位冷静一点！王翠芳，你这是污蔑。如果你说我强迫你，你拿出证据来。我有证据。不凡，你居然也跟他……没有。爷，视频内容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王翠芳在歪曲事实。不凡，你帮我把这碗汤送给我妈，这可是我第一次熬的。知道了，阿姨，这是燕燕让我给您送的汤啊。放着吧。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的。你口说无凭，我手中的证据可是摆在这儿了，还请大家帮我作证。就算是他们顾氏妇女，也包庇不了他。这事到底怎么了？老公跟女儿不帮他，居然帮一个外人！你们2个简直禽兽不如，居然包庇一个强奸犯！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不要听他胡说八道。大家看到了吧？我女儿和我老公就是这么对我的，还请大家帮我主持公道。各位冷静一下，事情不是他说的那样。林不凡，别以为只有你会弄视频泼脏水。小顾总，不好了，受到舆论影响，顾氏被网友们大规模的网暴，要求严惩林总助。放心，我不会影响顾氏的。王翠芳，你还真是好算计。是你们逼我的，是你逼迫我离婚，净身出户，你做梦！我靠了，居然让人净身出户！顾家有钱就这么欺负人吗？这父女俩太恶心了，居然这样对顾夫人！抵制顾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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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怎么办啊？现在舆论压力越来越大，这对顾氏会有很大影响的。我开直播澄清吧，我会放出一些证据，到时候可能会损害顾叔的颜面。唉，我的颜面啊，早在他出轨那一刻就全无了。
就不该给王翠芳这个贱人活路，让她闹出这么大的乱子。爸，你先别激动，我先扶你回去休息，剩下的事儿让不凡开直播处理。幸好这辈子我不爱你，顾言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不凡。开这场直播是为了澄清网络上近期的谣言，我会一一放出证据。各位，这是王翠芳和岳华强每年都会优惠的证据。这里显示，岳东和王翠芳长期给顾建中服用雷公藤治心衰，岳东以及王翠芳两人不顾伦理道德，合谋转移顾氏钱财。各位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，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看待。今天这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所有的一切终于都结束了，这辈子我要过上属于自己的精彩生活。3年了，不凡，你当初不辞而别，连账号都停更了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明天大学同学10周年聚会，所有人都会参加，你来吗？所有人？那林不凡他也会去吗？对啊，你这千金大小姐怎么突然问起他了？啊，没什么，地址发给我，我会准时过去。顾大小姐，你可算来了，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是啊，10年了，你一点也没有变老。对了，你结婚了吗？还没。哎，我倒是挺好奇，到底什么样的男人能配得上我们顾大小姐？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，林不凡那个穷小子总是给你献殷勤，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我跟不凡在一起之后，我嫌他穷，从来没公开过我们的关系。林不凡那个臭小子可配不上我们顾家千金啊！不凡他就是家境差点，但他人很好，还有担当。后来做直播账号，也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网红。看来顾大小姐对林不凡印象深刻呢，也不知道这么多年他混得怎么样了。林不凡？但我无法看着你离开。不凡，是你吗？不凡，你回来了。当初为什么不辞而别？又为什么这3年你都不联系我？顾言，我结婚了。